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？每當有人提到移民火星，評論區裡幾乎總會出現同一句話。有人說，先把沙漠治理好了，再談火星。有人說，地球都沒整明白，跑去折騰火星幹啥？還有人說，與其花幾萬億美元建設火星，不如先解決貧困、戰爭和環境問題。說實話，乍一看這些評論，我也覺得挺有道理。但是你深思一下，會發現這裡面可能隱藏着一個更大的問題。這個問題根本不是火星值不值得去，而是一個文明究竟該不該永遠困在一顆星球上。如果我們的祖先當年也是這樣想的，先把山洞修舒服，再去談出海；先把舊大陸建設好，再去發現新大陸；先把馬車修好，再去研究蒸汽機，那麼今天的你我會不會還在非洲草原上光着身子奔跑呢？其實啊，治理地球和開發火星從來不是1到2選1的選擇題，它們可能是同一個文明在不同階段必須完成的2張答卷。先說第一個問題，為什麼人類要成為星際文明？原因其實並不複雜，因為所有依賴單一星球生存的文明，理論上滅絕概率接近100%。眾所周知，6500萬年前，一顆小行星撞擊地球，恐龍統治地球超過1.6億年，卻在短短時間內退出歷史舞台。除此之外，超級火山噴發、全球冰期、強烈太陽風暴、近地天體撞擊、失控人工智能、未知病毒、核戰爭，這些災難發生概率或許都不算高，但是只要時間足夠長，它們幾乎注定會發生。因此，如果所有的人類、所有文化、所有知識、所有科技成果全部集中在地球，那麼地球一旦遭遇无法逆轉的災難，文明就可能像一台沒有備份的電腦，永久關機。所以，建設火星本質上是在給文明做備份，不是因為地球馬上要完蛋，而是因為一個成熟文明不會把自己的全部未來壓注在一顆星球上。第二個原因，文明本身就具有擴張屬性，農業文明沿河而居，航海文明跨越海洋，工業文明開發全球，信息文明進入近地軌道。今天的人類正在嘗試邁向行星際文明。你以為探索宇宙是馬斯克一個人的理想主義？但站在文明尺度看，擴張本身就是文明的天性。不擴張的文明往往會停滯，甚至滅絕。而人類歷史上每一次偉大的遠征，幾乎都會伴隨着一次科技爆炸。大航海時代推動了全球貿易，工業革命改變了生產方式，阿波羅計劃催生了大量新材料、微電子、精密製造和通信技術。其中 GPS、芯片、醫療設備、衛星通信後來都反過來改變了你我的生活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如果未來幾十年人類為了建設火星投入數十萬億美元，會不會再次迎來一次科技大爆發？我覺得概率非常高。不過很多朋友會繼續問了，太陽系那麼大，為什麼偏偏選火星？8大行星、幾百顆衛星、數百萬顆小行星，為什麼大家繞來繞去，最後總會繞到火星？其實啊，科學家已經幫我們做過一次淘汰賽。這麼說吧，如果讓你重新設計太陽系，選擇一個第2家園，你會選哪裡？我們先看月球，它距離地球最近，3天左右就能到達，通信延遲不到2秒。但月球更像什麼？像南极科考站，而不是第2個地球。沒有大氣，白天127攝氏度，夜晚零下173攝氏度。一個白天持續14天，一個夜晚持續14天，重力只有地球的1/6。長期居住，人體骨骼和肌肉都可能出現嚴重問題。所以，月球適合建設基地、建設工厂、建設太空港、建設加油站。它更像是人類邁向深空的一座碼頭，而不是文明總部。淘汰。再看金星，你其實不知道，金星是最像地球的行星，大小接近地球，重力接近地球。如果只看參數，它甚至比火星更像地球。可惜，金星是一顆被失控溫室效應毀掉的世界，地表溫度接近470攝氏度，氣壓是地球90倍，天空飄着硫酸雲。如果你站在那裡，幾乎沒有生存機會，除非未來能建造漂浮城市，否則淘汰。水星呢，距離太陽最近，白天430攝氏度，夜晚零下180攝氏度，輻射環境極其惡劣，可以採礦，不能居住，淘汰。
遠一點的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、海王星大多是氣態巨行星，即便我把你送过去，你也找不到站的地方呀，那里根本没有陆地呀。淘汰。木卫2、土卫6、木衛3，這些地方確實充滿想象空間，甚至可能存在地下海洋。但問題是太遠了，木衛2距離地球數億公里，土衛6距離地球超過10億公里。按照今天的推进技術，飛過去動輒幾年，甚至10幾年。目前的人類根本無力承擔大規模移民，暫時淘汰。還有那些小行星，它們可能蘊藏巨量資源，但它們更像礦山而不是家園。沒有重力，沒有生態系統，很難孕育文明。淘汰。挑來挑去，選來選去，到最後你會突然發現，太陽系裡真正還能勉強作為第二家園的，竟然只剩下一顆布滿紅色沙塵的荒涼星球——火星。它距離地球相對較近，它有晝夜循環，一天24小時39分鐘，有四季變化，擁有豐富水冰，存在稀薄大氣，重力達到地球 38%。雖然依然惡劣，但它可能是整個太陽系裡唯一值得認真嘗試改造的地方。它不是天堂，甚至可以說它依然是一片地獄，但它可能是太陽系裡唯一還能選擇的地獄。不過，我覺得你可能依然低估了火星真正的意義，因為火星或許根本不是終點，而是人類文明的一次畢業考試。建設火星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人類必須掌握閉環生態系統，必須掌握超大型機器人網絡，必須發展深空醫學，必須發展太空農業，必須發展人工智能，必須發展新型能源，必須突破核熱推进、核聚变推進，甚至未來更加先進的推进技術。或許很多人覺得建設火星最大的成果是得到第二個地球，我反而覺得最大的成果可能是火星還沒有建成，人類科技就已經提前升級了。就像阿波羅計劃，最大的遺產或許不是月球那串腳印，而是它推動了整個科技體系向前躍遷。今天我們飛往火星需要半年左右，飛往木星需要幾年，飛往土星需要10幾年，距離地球最近的恆星有 4.2 光年。按照今天飛船速度，可能需要幾萬年，听起來幾乎不可能。但誰又敢斷言，未來不會實現核聚變飛船，不會實現激光光帆，不會實現反物質推進，甚至不會發現一種今天物理學尚未認識到的新推進方式。或許未來的人類回頭看今天的化學火箭，就像我們今天看待帆船、看待馬車、看待蒸汽機一樣。火星可能不會成為第二個地球，但它有可能成為第一座星際港，第一座深空造船廠，第一座文明中轉站。在那裡，人類或許建造出核聚變飛船、激光光帆、反物質推進器，甚至發現今天尚未理解的新物理規律。幾十年後，飛往木星可能只需要幾周，飛往土星可能只需要幾個月。幾百年後，跨越 4.2 光年的半人馬座，也許不再需要幾萬年，而是一代人的時間。地球可能是人類文明的出生地，火星可能是文明的青春期，而銀河系或許才是成年人的世界。也許未來的人類會發現，建設火星真正的意義，從來不是為了獲得第二個地球，而是為了證明誕生於一顆普通岩石行星上的智慧生命，終有一天能夠離開自己的搖籃，穿越星海，把文明的火種帶向銀河。治理地球是為了活得更好，建設火星是為了活得更久，而走出太陽系，成為真正的星際文明，或許才是智慧生命寫給宇宙最浪漫的一封回信。最後我要問你，如果未来真的有機會移民火星，你願意成為第一批移民嗎？ A. 願意，人類總要有人邁出第一步。 B. 不願意，先把地球建設好再說。 C. 火星只是跳板，我更期待走出太陽系。好了，把你的答案留在評論區，我們一起討論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